欢迎回到我的任意门。瑞士物价高昂，堪称全世界最贵的国家，但也常年被联合国评比为全球最幸福国家前5名。其湖光山色的美景也被誉为天堂般的国度。今天要带大家展开瑞士11日自由行，以最高 CP 值的玩法畅享美食美景，所有花费明细及旅游攻略不藏私大公开，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在这11天的行程中，我们会造访瑞士6大城市。今天要从纽约飞往苏黎世。苏黎世是瑞士最大的城市，曾被票选为世界上最佳居住城市第1名。除了是金融商业重镇，也富含历史文化底蕴。经过8小时的飞行，抵达苏黎世机场。下飞机后，直奔知名餐厅军火库餐厅。军火库餐厅历史悠久，是一间100年建筑，建于1487年。一开始作为军火军械库使用，直到1927年才改建成餐厅。环顾餐厅环境，展示了许多炮弹、武器等，提醒着大家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。苏黎世是德语区城市，当然要来杯德国啤酒，搭配德国猪脚咯。抵达下榻饭店，我们会在这里住2晚。早安！在饭店附近选了家早午餐店，橱柜里琳琅满目的点心面包，每种都想尝尝。吃饱之后就开始苏黎世1日游。苏黎世主要景点非常集中，搭乘轻轨加徒步1天可以逛完。首先由苏黎世湖，再到林登霍夫山、圣母大教堂、苏黎世大教堂，最后在老城区走走。苏黎世湖是城市的中心，沿岸有美丽的步道和公园，适合散步和欣赏湖泊的美景。当然不能错过搭乘邮轮游湖，欣赏城市全景。林登霍夫山可以眺望整个苏黎世风光，将利马特河沿岸的风景尽收眼底。圣母大教堂建于853年，以高耸的绿色尖塔为主要标志，是属于13世纪的塔式建筑。离开圣母大教堂后，走向凯伊桥，在利马特河对岸，苏黎世大教堂与我们遥遥相望。苏黎世大教堂于查理曼大帝时期所建，是一座修道院教堂，而教堂的双塔造型非常醒目，是苏黎世最具代表性的地标。韩剧《爱的迫降》也有在这里取景。苏黎世旧城区富含瑞士文化和历史底蕴，这里有很多中世纪时期的古老房屋，弯曲狭窄的小巷，文艺复兴时期新建的工会及市政厅，适合悠闲放松的散步其中，感受苏黎世的老城魅力。来到这家拥有100年历史的咖啡馆，他们家的热巧克力很有名，装潢为巴洛克风格，但瑞士商家大多没有空调，里面太闷热了，所以我没有逗留。很快来到旅程的第3天，
今天要从苏黎世出发去库尔，因为要从库尔搭乘世界最美火车冰河列车到安德马特。库尔是瑞士最古老的城市，有5000多年的历史。这里以清幽的山区环境、蜿蜒的小巷和历史悠久的建筑闻名。阿卡斯广场两侧的建筑颜色缤纷，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。沿途有许多不同设计的喷水池，十分有趣。冰河列车是瑞士景观列车中最享负盛名的，从西南部的度假天堂策马特到东边的滑雪胜地圣莫里兹，全长约290公里，却以平均不到40公里的时速缓缓行驶，搭完全程耗时8小时，也因此被誉为全世界最慢的特快车。冰河列车全程很长，有8个停靠站。这次我只选择其中最精华的路线，从库尔出发到安德马特，总共2.5小时，是风景最好的一段。冰河列车分头等舱及2等舱，头等舱的一侧是4人座，另一侧是双人面对面的座位，2等舱则全部都是4人座。冰河列车有天窗设计的全透视景观包厢，可以270度欣赏不同样貌的景色，途中跨越291座桥梁，穿过91条隧道。和列车上贩售的纪念品中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倾斜的酒杯。抵达安德马特，这是打通阿尔卑斯山南北的重要要道，也曾经是军事重地。今天会在这里住宿1晚，在去饭店的路上看到峡谷的美景，建筑物紧贴着陡峭的山崖，不同于瑞士其他地方的景色，难怪安德马特在冬天是滑雪胜地，而夏天则是背包客的天堂。来到旅行的第4天，由安德马特前往因特拉肯。因特拉肯是坐落于少女峰山脚的度假胜地，也是爱的迫降取景地。抵达今天的下榻饭店，房间很可爱。在瑞士，每到一个饭店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，欣赏窗外的风景。游湖的行程是从 Interlaken West 码头一路开到终点站图恩，总时长2个半小时，沿途停靠7个湖边小站。看到许多小木屋坐落于绿色的山坡上，非常可爱，是典型的瑞士湖畔小镇景色。船慢慢靠站了，在7个停靠站中，最知名的湖畔小镇便是施皮兹。这里除了是交通转运枢纽，也有一个美丽的城堡，可以在这一站下船，逛逛城堡，欣赏葡萄园的景色。图恩市位于图恩湖的下端，是伯尔尼高地的大门，历史悠久的旧城区，距离湖边约有1公里，坐落在阿勒河畔。河畔有许多浪漫的餐厅，市中心保留了中世纪的建筑风格，有狭窄的街道、古老的建筑和广场，非常适合悠闲地走走逛逛，感受浓浓的中世纪风情。在河边散步，竟然看到惊险画面。今天天气不佳，
所以放弃原本要攻顶少女峰的计划，改自小夏代克健行一段。小夏代克是阿尔卑斯山脉很受欢迎的一条健行路线，爱的迫降也有在这里取景，是玄彬和孙艺珍一起看飞行伞的地点。健行不久后，看到放牧牛群，牛铃叮叮当当的声音，听了觉得很疗愈。竟然有一只扭牛站在路中间，第一次这么近距离与牛擦肩而过。果然，因为天候不佳，路上人烟罕至，只有我独自一人。看着阿尔卑斯山峰峰相连到天边，真的有种一世独立、沧海一粟的感觉。终于走完了健行步道，因为下雨，全身又湿又冷。在等火车的期间，到车站边的纪念品店逛逛。结束一天的行程，今天换了另一间饭店。晚上吃麦当劳配啤酒，没想到瑞士的番茄酱不是免费的。今天从因特拉肯到策马特，因为马特洪峰是重点行程，我们会在策马特待3天。策马特全面禁止汽车进入，所以不能自驾前往，只能搭乘火车到达哦。再搭配步行、脚踏车或电动计程车，在小镇内移动。来到策马特必访的就是 Gornergrat， 需要搭乘登山火车才能抵达山顶观景台。Gornergrat 火车是世界上最高的开放式齿轨铁路，从海拔1620公尺的策马特一路攀升到3089公尺的 Gornergrat， 只要半小时的时间。终于来到观景台了，在这里可以360度无死角眺望马特洪峰、阿尔卑斯雪山群以及壮阔的冰川。眼前看到的建筑物便是赫赫有名的库尔姆饭店，这是瑞士最高的饭店。户外的餐厅露台是静静坐着欣赏绝美山景的好地方。看着这鬼斧神工的壮阔美景，心里十分震撼，也对于大自然的力量深深感到敬畏。来到高山湖泊 Rafflesee， 欣赏马特洪峰倒映在湖上的景色，波光粼粼，既静谧又壮丽。千万不要错过这经典之美哦！夕阳中缓缓行驶的火车进站，来接我们下山。早安！推开房间窗户，视线正前方就是山王马特洪峰。郁郁葱葱的树林，湛蓝的天空，能悠闲地坐在阳台，喝着咖啡，欣赏美景，人生夫复何求？来看看早餐 buffet 有什么呢？
有来自阿尔卑斯山新鲜牛奶做成的优格，各式各样的 cheese、火腿、腊肠，还有手工自制的果酱以及新鲜果汁，好丰盛哦！ Hotel Eden Wellness 是瑞士旅程中我最喜欢的饭店，也是唯一一家4星级饭店。有古朴可爱的木屋外观，以及碧草如茵的美丽花园。户外花园有许多躺椅及沙发，很适合慵懒的放空、做日光浴，享受美景及超新鲜的空气。因为饭店名为伊甸园，所以有不少苹果的装饰。这次订的是豪华单人房，房间格局是长形，设计简洁，采光良好，床铺与枕头都很舒服。以瑞士一般的3星旅馆就要动辄近台币1万的高消费，这间4星级饭店的性价比非常好，一晚只有台币6707。饭店提供免费水疗区，换上浴袍准备做 SPA 咯。从饭店的可爱阳光房沿着旋转楼梯而下，是 SPA 休息区，有贴心准备的茶水、舒服的躺椅、各种杂志。今天幸运的我包场啦！话说曲径通幽，沿着阶梯往下走会到哪呢？好神秘哦！哇，原来是一个超豪华的室内游泳池，结合古罗马与希腊的设计。做完 SPA， 心情好美丽。今晚在欧zel玛餐厅享用晚餐，尝尝瑞士的传统料理。清晨，捕捉马特洪峰璀璨绝美的黄金日出。今天在策马特小镇悠闲地逛逛，16世纪的木屋与石板路带出古色古香的氛围。迎面而来的就是小镇的电动车，不仅造型可爱，更是环保零污染。木屋的窗台以5颜6色的花卉装饰，十分赏心悦目。选了间早餐店，可送超美味。今天换了另一间饭店，很喜欢 lobby 的设计，古朴的壁炉以及沙发上的毛毯，营造出温暖舒服的氛围。晚餐选择了当地大受好评的披萨餐厅。
策马特的夜景别有一番风味。准备离开策马特，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琉森。搭乘饭店的接驳车到策马特火车站。咦，好熟悉的招牌！原来台湾和瑞士铁路有友好协定呢。琉森是瑞士中部琉森州的首府，1300多年前，它只是一个小渔村，如今因为地理位置，来往瑞士各大城市十分方便，而成为交通枢纽以及必经的旅游城市。抵达琉森后，先去卡贝尔桥，这是琉森最著名的地标，也是瑞士最古老的木桥之一，建于1333年。卡贝尔桥的独特之处在于3大特色：第一，桥身是木质结构；第二，在顶部覆盖有三角形的屋顶。此外，屋顶上有彩绘图案的装饰，描绘了琉森的历史故事。旁边有一座八角形的水塔，原本作为瞭望台及监狱用途。从桥上可以看到露天咖啡厅、教堂、商店等河岸风光，非常诗情画意。桥的外侧种满了色彩缤纷的天竺葵，增添了美丽优雅，随手拍照都像明信片。抵达下榻饭店，我们会在这住2晚。饭店早餐 buffet 要额外付费哦，一人台币610。今天的第一个景点是狮子纪念碑，它位于琉森市中心的一个小公园中，距离琉森湖畔仅有几步之遥。马克·吐温曾赞叹其为世界上最悲伤的狮子。这座石雕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期间瑞士舍命保护城市的牺牲。纪念碑的中心是一尊巨大的狮子雕像，它躺在岩石上，被一把长矛穿过，表情充满哀伤。滨河公园位于狮子纪念碑旁，步行约3分钟而已，票价22瑞士法郎。但若持有瑞士旅行通行证，则可免费参观。滨河公园展示着2万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时期留下的漩涡状洞穴，也有2000万年前生活在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的海贝和棕榈树叶化石的。博物馆内最让我惊喜的就是这座镜子迷宫，以90片镜子打造出的阿尔罕布拉宫，有种身处魔幻世界的错觉，一不小心应该会撞到头或摸到陌生人吧。接下来我们到耶稣会教堂，教堂建筑风格是典型的巴洛克风格，充满了华丽的装饰和浮雕。教堂的内部设计以白墙镀金花纹为主，天花板有瑰丽的彩色壁画，带出庄严但明亮的氛围。耶稣会教堂可以免费参观，非常推荐一看哦。走累了，坐在天鹅广场湖畔休息一下，看着成群的天鹅在波光粼粼的湖上，姿态十分优雅。
沿着河岸慢慢走向古城区，建筑壁画都极富特色，一栋栋充满历史感的建筑搭配一间间现代化的商店，有种时光错乱的冲击感。沿途逛去更是伴手礼的天堂，贩售瑞士钟表、瑞士刀、阿尔卑斯山牛铃等纪念品。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些咕咕钟了。热爱 shopping 的人记得要在这里把货补齐哦，因为回到苏黎世或日内瓦，纪念品的种类都不会有这里这么丰富了，而且购买300瑞士法郎约1万台币以上可以免税哦。来到旅程的尾声，今天由刘森回到第一站苏黎世。在苏黎世住1晚，特别选了机场附近的饭店，以便隔天由苏黎世搭飞机回家咯。瑞士自由行11天，我一个人到底花了多少钱？答案揭晓。什么？竟然不到10万台币？我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事前做详细的规划，加上妥善使用信用卡点数。运用点数兑换机票以及4晚住宿，让我省下近6万台币。关于此趟瑞士旅行，针对每一个城市，我都有单独制作的影片，有更详细的介绍，欢迎点击来看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，你的鼓励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